我相信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想问什么？公子想让池大哥跟着风剑侠，为何不直说？被人指使和自己主动，对别人来说可能差不多，对池云可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大部分时候，我更愿意让他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。我以为你会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手。昨日，你明明看见我受伤，且他就在你眼前愈合，你不好奇？阿谁只是觉得，每个人或许都有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。姑娘，你很聪慧，但很可惜，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池云和钟女侠都下船追踪去了。现在的船上只有姑娘你我2人。阿水姑娘，派你来的人难道没有跟你说过唐丽慈有多危险吗？阿水姑娘，你是豪府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流言选中的证人。告诉我，我的朋友流言为什么会选你？我不知道，唐公子。抱歉，实在下失礼了。唐公子，你的道歉根本不是出自真心，因为你不在乎阿谁是否原谅。你为了获得想要的真相，不惜用最粗暴的行径试探我，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想法。可这样的唐公子，却愿意管风剑侠和江公子的事。公子能告诉阿谁，这是为什么吗？流言将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果然有他的用意。什么？跟我来吧。这是哪儿？花溪。江公子与风剑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唐公子，你不是不愿意帮风剑侠了吗？还是唐公子是想与池云兵分两路，一起调查江少门主的事情？你猜对了开头，但却猜错了结果。在下确实毁了与风传香的约，不过我来这里是因为13楼将线索指向了这里。13楼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什么事都知道的地方。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，和江湖间最齐全的情报，只要你付得起价码。那座楼在什么地方？13楼位置神秘，江湖鲜有人能知晓。但若想与他交易，就要去往他的前哨站——不换楼府城地。你如果还想要这双眼睛，我劝你别瞎看。我听说落魄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和最齐全的消息，那这里就是不换楼府阵地了。那落魄13楼呢？钟女侠，你知道此地为什么叫不换楼府城地？
那是因为此地当真会浮沉。什么意思啊？每月15，正好便是今天，正好便是此刻。它便会从此处江面升起，届时你便可以登上这不化楼，去和落魄13楼做交易。至于你想见到真正的13楼，条件还不够。真是，一定要让老子躺棺材里。阿谁不解，既然如此，唐公子为何不直接去13楼买江少门主与风剑侠的真相呢？刘演布局这桩桩件件，就是想让我在雁门的穷追不舍之下，迫不得已再去一次13楼买消息来自证清白。可唐某束手就擒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于是他又派来了风传香。只要我不依他的计划行事，这一局他便赢不了。所以公子便将风剑侠踹下了水。可风剑侠为什么会听命于刘演呢？这便是我们此行的意义了。江湖上的事，真让人匪夷所思，又让人毛骨悚然。叨扰，有主之宅，进门叨扰，方是礼数。你认为江澄和风传香哪一个说的才是真的？江澄说，下毒之人就是风传香。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说谎，但绝不可能在将死之时，在未了的心愿上去撒谎。所以，江澄的话一定是真的。至于风传香，言语可以骗人，恨意和杀机或许可以通过巧妙的隐藏而不被人发现。但一个人住过的地方，天长日久留下的痕迹不会骗人，尤其是友情。就算他能骗得了1日、10日，但是他又如何能骗得了每一日？花日照江风。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的，可究竟是什么样的我，能让他们这么好的朋友不能当面说清楚？既然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话，缺的就是一个不能说也没有机会去解释的物。替江澄压制毒性之时，我便发现他体内积毒恐有年余，因此半年多前，江澄来找风传香时，他就已经身中心鬼井行文之毒。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此事。风传香为了帮他延缓毒发，只能暗中继续让他服食邪丸，将其混进食物当中。可不巧，正好被江澄撞见，所以产生了误会。我本就疑心豪府血案后，为何13楼送来的是榴莲小筑血案的线索？
现在我更加确信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。可是公子早已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也知道卷入此事是流言的布局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一趟？这一切不过是唐某的推测，是真是假，入局还是先局，一探便知。公子，前面已经没有路了，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。既然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那就只可能在这里了。阿谁，这世上真的有可以托付性命的朋友？你先随信燕去雁门，唐某去一探究竟。公子。我想找到传香，问他为什么害我？明明是生死相交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若有人因我而杀人，有无辜因我而受害，这算不算是我的因果？唐丽慈，你看到了，这样一粒小小的药丸，就能让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，亲人背义相杀。谁能抵御得了一夜之间坐拥荣华富贵和绝世武功的诱惑呢？我已经让他遍布整个神州，他重新现世，都是因为唐丽慈。这次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你让你的朋友做你的警钟，谁让他们信错了人，你救不了他。流言的蛊虫，救不了他们。流言，我是要找你呀！没想到二门主居然是这种人。对啊，他平常可是对门主忠心耿耿的。唉，他的身体被毒融尽，我只知道这个。你走吧，他们那边快开始了。去送你主人最后一程。江门主，1年前，江城被江青羽暗中投下心回侥幸丸，他平日对叔叔不甚防备，自然也对下毒一事无知无觉。直到半年前，刘林小住，风传香不忍告知真相，反被江城误解。江城因急怒毒发，在幻象中失手对自己的好兄弟出招。风传香身受重伤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不想让江城背负杀人之责，便选择一个人
静静的等待死亡。而江澄在第二日清醒之后，再不见风传信，又每日被邪丸的毒性折磨。此后，他四处寻觅一个永远得不到的真相，直到他迎来自己的死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不用面对杀死好友的真相，更不用成为被邪丸驱使的怪物。你觉得我是个怪物？尊主说了，你也是个怪物。怪物。什么？他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没死都是庆幸啊！你却说他伤口都愈合了。是啊，师兄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方师兄抢回来的不会是个怪物吧？这小怪物还真行，那么凶。方舟就会给我捡些孤儿、疯子、怪物回来浪费我的药。我数3声，你松开，好不好？1、2。你有没有人性啊？还真下死手，杀不死还没人性，那你可怪不得我了。别费劲了，这半步骨是冲不破的。小心！师兄，小怪物别跑！拦住这个怪物！方舟！你不要怕，这里没有人伤害你。我叫方舟，是他们的师兄。来，好了。不管你之前经历了什么，到了这里，就都结束了。你要是没有别的去处，就在这住下吧。今后这周地楼就是你的家。为了杀死怪物，你把自己也变成怪物了。阿言，
我是邪魔外道，所以我不明白，菩萨为何也会入魔。是因为我吗？公子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公子久未归来，有些担心。不需要，伤口自己会好。你又做这种无用的事，我说过了，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多余的东西。阿谁不知道公子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阿谁只知道，就算会痊愈，受了伤也会疼。公子是在祭奠江少门主和封建侠吗？唐某可不会祭奠两个蠢货，明明还有转圜的余地，却因为自己的愚蠢，一步步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公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也不会这么想，否则也不会帮他们了却了遗憾。收起你的慈悲，我是个怪物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不会因为谁说我不是，我就不是。曾经有人说过公子不是个怪物，那便不是只有阿谁一个人如此认为。你若能让伤口不愈合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办不到，这说明你说的是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。你知道刘演为何要杀我吗？因为我杀了方舟。